being so strange. Think I'm losing it, baby. Where have you been? Everybody says that you're moving again. I don't wanna be right, baby. Every single.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艾瑞卡的电台，我是 Eric。各位好久不见，最近都有没有变大 ？Good。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直接进入主题。今天我要和你们讲几种健身中经常使用的高级技巧。这些方法经常被高手拿来进一步对肌肉进行刺激，提升单位时间的这个训练收益和增肌效果。第一个方法就是递减组。通常我们一组训练中只会采用同一个重量从第一个做到最后一个这是比较常规的一种做法。那么如果我们想要对目标肌肉造成更大程度的这个刺激，就可以采用递减组。递减组的定义是在一组训练中逐步降低这个训练的重量然后每一次减重后需尽量接近力竭状态，减重的次数和幅度并没有严格的限定。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沃伦在这组踢杠划船就采用了递减组，旁边的好基友在沃伦每一次拉至足够的次数或者接近力竭的情况下，就帮他拆掉一个杠铃片。我们可以看到沃伦一共完成了若干次的递减，真的是非常非常强悍。递减组的优点在于通过不断的减重和力竭循环，逼迫神经尽可能多的去募集所有的肌纤维参与到训练中来，这样就能对肌肉产生更深层、更全面的刺激。难度系数7颗星。由于这个递减组一次消耗很大，容易产生疲惫，所以通常不会每组动作都用递减组，往往是动作的最后一组或者是最后2组采用递减组。采用递减组的时候，一定要确保有个人在旁边帮你。有2件事情需要他来帮你完成。第一个就是减重如果有个人在旁边帮你的话，可以提高效率。第二个就是安全保护，递减组做到最后很有可能力气说没就没了，要有个人在旁边帮你看着，这个安全性得到保证。第二个方法就是超级组。超级组的定义是在不休息的情况下，连续完成2个不同的训练动作，而且2个动作必须分别对应一组拮抗肌，或者是2个不太相关的部位。拮抗肌是什么呢？有没有小伙伴知道？举手回答。拮抗肌指的是在生理构造上力学功能相反的2个肌肉举个例子，肱二头肌和肱三头肌就是一对拮抗肌。在肱二头肌收缩发力的时候，肱三头肌势必处在放松的状态除非你刻意去控制。反过来，当肱三头肌在收缩发力的时候，肱二头肌也势必处在放松的状态。如果你的肱二头肌一边在收缩，肱三头肌也一边在收缩，那这就没法玩了这个功能我们就叫做交互抑制话说回来，超级组比如胸背肌肉，从功能上我们可以大致认为是一组拮抗肌群，那么我们就可以完成一组双杠臂屈伸，在不休息的情况下迅速再完成一组引体向上，然后再进行休息。超级组我们可以搭配这个拮抗肌，比如说2、3头、胸背也可以是关联不大的2个肌肉群，比如说腿和肩。超级组有什么优点当你在训练某个部位的时候，另外一个部位就处在休息的状态，因此背靠背的这种安排就能得以实现。那么我们就可以在一次训练中可以带到更多的部位，节约了训练的时间可能你原先需要花2天时间才能练完胸和背，如果使用超级组的话，一次训练课就能搞定了。其次，因为这个单次训练课的容量提高了，训练量加大了，超级组训练就可以消耗更多的热量，对控制这个体脂率能起到不错的效果。难度系数7颗星。超级组的难度主要来自于2个动作背靠背的完成对心肺和体能要求较高。与此同时，超级组训练往往是贯穿整场训练不单单只是一对动作而已，因此训练容量大大增加，所以对当天的这个训练状态要求较高如果你又没有吃好，也没有休息好，那么我不太建议你当天采用超级组。第3个方法就是复合组。之前很多人容易把这个超级组和复合组搞混这里我得解释一下，超级组是针对2个不同的部位连续完成2个动作，而复合组仅仅是针对同一个部位连续完成2个动作。就比如说坐姿下拉和卧推放在一起就是超级组，而坐姿下拉和哑铃划船放在一起就是复合组了，因为它们针对的都是背部肌肉。复合组就是尽可能彻底的去压榨单一部位的肌肉或者肌肉群，募集和破坏更多的肌纤维，达到更大程度的修复以及增长。但是复合组和递减组又有一点区别，虽然是针对同一个部位，但是复合组采用了不同的动作，所以发力的角度对抗的模式以及不同的协同肌肉的参与都会有所不同。难度6星半。我建议不要将2个大重量复合动作安排在一个复合组里，比如说上斜卧推和平板卧推，这样就很难使用你平时用的重量去分别完成2个动作一个大动作搭配一个小动作，这种组合我觉得会比较合适。比如说哑铃划船完了之后，再做一个这个反向飞鸟，2个动作完成之后再进行休息。第4个方法就是巨型组。
也叫巨人组，听这个名字就很瘆人啊，巨型组。你可以简单把它理解为复合组的豪华升级版。复合组是2个相同部位的动作连续的完成，而巨型组就是4个以及4个以上的动作进行串烧。所以要是你们那儿的场子大，人又少，你大可以来个一条龙，挨个器械变着花的玩。但是巨型组对肌耐力和毅力的要求极高，很可能你从第一个动作末尾开始就要忍受极大的烧灼感和痛苦直到最后一个动作的最后一个完成。巨型组可以给到目标肌肉极大的代谢压力，并破坏更多的肌纤维，以及带来数天的这个延迟性肌肉酸痛。很多玩健美的，包括一些大咖，就像米洛斯，就喜欢采用巨型组训练，难度系数9颗星。巨型组并不是非常常见的训练模式，通常来讲，我一般不太建议初学者使用，因为你的肌肉强度、肌肉耐力、毅力，关键是恢复能力都达不到要求，硬来的话很有可能会受伤。当然，你说你骨骼惊奇也不是不可以，那你等一下我打个电话。又来活了。等你的各方面能力都跟上之后，可以酌情使用。以上就是几种我自己平时也会采用的增肌小技巧都是一些比较经典的方法。从阿诺那个时代就有诸多大佬在使用各位可以根据自己现在的训练水平，适当的将它们融入到自己的训练中，提高你增肌的效率。OK， 今天内容就到这，喜欢我内容朋友不妨点个赞或者来个3连，以及戳一下下方关注。这里是 Eric 的电台，我是 Eric， 咱们下期见。Everybody says that you're moving again.